陈总，我的女儿找到了吗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他们都不肯认你。我们最先找到的是您的大女儿，她于17年前嫁到了城南的一户普通人家。你又偷偷藏钱，老子打死你臭婊子！大小姐，快去告诉那个老畜生，我就算是被打死也不去认他！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二小姐。白正，天开眼啊！对了，记得让他死远点儿，别耽误老娘接客。最后还有3小姐，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死了，活生生饿死的。三妹这丫头命苦啊，被亲爹打断了腿卖到这里来，到死都没吃过一顿饱饭。陈总，我们实在是尽力了。畜生！畜生！我真是个畜生！大妹、二妹、三妹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爸该死。年轻时，我好赌成性，重男轻女，把这4个宝贝女儿都当成了赔钱货。就这事，关老子脸！老婆，女儿，我毁了你们一辈子。现在轮到我遭报应了。陈总，老天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就算做牛做马，也要给老婆女儿赎罪。回来了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伤害小妹，你不要摔死小妹！我求求你，你放了小妹吧，她可是你的亲闺女啊！陈峰，不要，别甩妹妹！陈峰，她可是你亲闺女，不要这样，陈峰，求求你！过桑的，生了那么多个，连个带把的都没有，哪个？媳妇儿，不用你讨饭，我会照顾好你们的，我会照顾你。前世我到底是有多混账，才让他们怕成这样？
陈峰，你真不是个人。媳妇儿，孩子们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是个人，我是个畜生。我现在已经悔改了，求求你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的。难道他真的改变了？陈峰，赶紧还钱，要不然你那水灵灵的老婆就要送给我了。原来你刚才下跪是为了稳住我，然后把我卖给赵彪抵债。媳妇儿，我不是我。你不要过来！坏人，你不许送走我妈妈！赵彪，你大半夜的来我家推什么粪子？哟呵，你小子长脾气了！昨晚上跟我喝酒的时候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老子借给你500块钱，拿去赌。要是还不上这500块，你媳妇儿就得归我。放屁！为什么总说我卖媳妇儿？好，白纸黑字很清楚，你自己摁的，现在想耍无赖？这陈峰真是个畜生啊！输急眼了，连媳妇儿都卖。烂赌鬼，嘴能有什么实话？哼，大家伙都看着呢，怎么？你想当着全村人的面耍无赖啊？等一下，陈峰，我都听你的，我愿意跟他走，只要你不卖女儿就行。媳妇儿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卖你，来，这就对了嘛。跟了哥，以后。哎呦！把你这手给我拿开！哎呦！我操你妈！你敢动老子？陈峰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不要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再敢碰我媳妇一下试试？你信不信，老子跟你换命！这陈峰就是个鹌鹑蛋，今儿个怎么突然变这么狠啊？破罐子破摔了呗，还指望他真能变好啊？他竟然在保护我！行，你有种，你能打是吧？白纸黑字很清楚，没钱还，你媳妇就得跟我走，抢老子来了也不行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还有3天才到期呢。你今天跑到我家来，我就算打死你，我也有理。行，老子就得给你3天，看你到时候能耍什么花样。500块钱少1分。老子不光要抓人，还要扒了你的皮！哼！呸！媳妇儿，地上凉。媳妇儿，以前是我混账，
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动你和女儿一根手指头了，我保证，一定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。难道他真的变好了？不好！油盐一点都没剩了，前世我还要拿钱去赌博，我可真不是个东西。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活一次，我就绝不能再让老婆孩子受苦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得去把赵彪那笔烂账给平了。对了，那个东西，前世今天刘老汉家的病驴拉到集市上卖不出去，干脆宰了吃肉，却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个驴宝，还被镇上的商人用5万收走。就是今天，必须得抓紧时间了。找到了。有了这个房本，本钱绝对够了。陈峰，又要去干什么？媳妇儿，你把手松开，这房本我有急用。这是我们家最后值钱的东西了，你还要拿去赌？我不是去赌，你相信我，我真有把握，这次保证能挣大钱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每次都这么说，陈峰，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们？你把房子拿去赌，难道真的让孩子们留宿街头吗？你在家等我，我回来你就知道了。不行，陈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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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！刘老头，你这驴都快咽气儿了，还卖60，想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白送我都嫌晦气，还得费力气去买，20我都嫌贵。瞎说什么呀？我这驴60块，少1个子儿都不卖。拉倒吧，谁买谁是大傻子。就是，这驴我要了。哟，嘿嘿嘿嘿，这不是输的拿媳妇儿抵债那烂赌鬼吗？你，去，我还做生意呢，真晦气。他哪来的钱买驴？又是这个烂赌鬼，该不会是卖完老婆又要去卖女儿了吧？呸！哟呵，这不是陈峰吗？怎么，我的债还没还清呢，今儿就有钱来买驴了？陈峰这烂赌鬼，兜里要有1个钢镚，母猪都能上树。谁说我买不起？这驴我要了。老子这驴可是60块，你要是能买得起，我当场亲驴屁股一口。听到没？你的家底都输给我了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呢？哎，不过要是你把你家大妹、二妹送过给我当丫鬟，我倒是可以再给你60块。谁说我买不起了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清楚，我用这个抵押。我用房本抵押，等我赚了钱再赎回来。房本？陈峰这是要把窝都卖了？那土房虽然破，加上宅基地，怎么也值个1-2千块吧？我的乖乖，这家伙真是疯了呀！峰哥，
干啥呀你？是不是又喝假酒了？你看清楚，这驴子快咽气儿了，拉回去磨都磨不了2天呢。拿来吧你！嘿，话一出口就不能反悔。这房本啊，压我这儿3天，3天不给300块钱，嘿，这房子归我了。你个老东西，抢劫是吧？刚才还60呢，眨眼就300了。刚才说60是新天的价，过了今天就涨价300，买不起呀、滚！你，陈峰，你这是准备让你一家老小睡大街呢？哎不，你老婆不用睡大街，她可以钻老子的被窝。陈峰，你疯了吗？那是我们的家，你把房本抵给他了，那要是真的赎不回来，那你要我和孩子冷死、饿死、露宿街头吗？媳妇儿，我不是我，刘大爷，我不卖，这房子我不能卖呀！我求求你，你把房本还给我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就这些，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。大小姐，整个海城的古玩店我们都跑遍了，最好的也就是那根50年份的人参，根本比不上二少爷的100年野山参。爷爷的树叶，要是斗宝输了，江家恐怕要背在这个贾少爷的家。前面就是牛坑镇集市了，要不去看看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几率，也绝不能放过。媳妇儿，放开我！刘大爷，这房子我真的不能卖呀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媳妇儿，不要鬼，我肯定能挣到钱的，你就再信我一次。这驴肚子里面有驴宝。驴宝，陈峰，你想真想疯了吧？这头病驴能有什么宝呀？我养驴养了40年，驴粪蛋子没少见，驴宝什么的没见过。这为了赖账，你什么瞎话都能编呢？媳妇儿，驴宝是天才地宝，这1颗就能卖不止5万。你相信我，等咱们卖了以后，不仅能把房本赎回来，你和女儿也能当人上人。你彻底疯了，陈峰！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遇见了你，害得孩子们还要跟你一起受罪。少他妈废话！要么还钱，要么把你媳妇儿留下抵债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没人相信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陈峰，你拿刀想干什么？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峰哥，你别冲动，我看到火车厂的老板了，他是行家，让他看看就知道了。松手！什么珍宝？穷山僻壤的地方哪都有什么珍宝？哎呦，王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哪有什么珍宝？哎，就是一个疯子，非得说这病驴里边有什么宝贝。就这，一头浑身是病的老驴，啊，肉都是酸的，哪能有什么宝贝？听到了吧？专家都说了，这是个废驴。陈峰，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完了，全完了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有眼无珠，那我就让你们看清楚了。
这是什么？我不行了，这他妈都是一块驴屎蛋子！你把房子压了，就为买这泡屎！王老板，您看清楚，这是铝宝。拿开，臭气熏天的，别脏了我的衣服！你陈峰大老远让我过来，就是说看这堆破玩意儿污了我的眼睛，那是不是也得赔钱啊？对，赔钱，还有我的赌债。陈峰，现在驴死了也卖不出什么钱，哎，房本归老刘，你老婆就归我了。陈峰，如果有来世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5万，这铝宝我要了。5万，这东西我要了。5万？疯了吧？5万块买个驴粪蛋子？这女的是不是傻子啊？城里人都这么好骗？哼！不知道哪来丫头，也不怕打了眼，这就是一块结石，怎么可能值5万？竟然是江家大小姐江若曦。前世她因为斗宝输了，导致江家没落，看来她是真急了呀。这一世正好各取所需。江小姐，这极品铝宝可遇不可求，5万少了点吧？人家给5万你还不卖，想钱想瞎了心吧？就一坨屎蛋，还想卖多贵呀？陈峰，一口价10万。你成交。这里是10万现金，你点点。不用点了，江小姐的声誉我信得过。合作愉快。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好东西，随时联系我。好。这是500块钱，连本带息都还给你。你以后要是再敢骚扰我媳妇儿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哼！房本给我，300块钱。等等。峰哥，刚刘老头说了，今天只卖60块，300块那是3天后的价格，咱别让他占了便宜。陈峰，这10万块钱是你自己赚的，还是你自己保管吧？媳妇儿，
以前我混蛋，总守不住钱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赌博了。以后我赚的钱都交给你保管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！别说这种话，只要以后你肯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光顾着来找你，我把大妹、二妹托付给张嫂照看着了，她现在肯定等着急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走，咱们接孩子回家。好。这个杀千刀的，连房本都偷出去赌了，这是要把你们娘几个逼上死路啊！哟，陈大都怪舍得回来了，房本输光了。张嫂，你误会了，陈峰他没有去赌，他还赚钱了。呸！赚钱？我看他没出去偷，没出去抢的已经不错了。张嫂，以前是我混蛋，但这次是真的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婉玲和孩子们受苦了。最好是这样，往年妹子已经够苦的了，你再放婚，老天爷都不放过你。行了，我回去做饭去了。大妹、二妹、三妹，爸爸回来了。来，爸爸这有好吃的糖，给。我不吃烂赌鬼的东西，我们不吃。吃吧，爸爸他答应过，以后不打你们了。陈峰，只要你以后好好做人，女儿们会慢慢原谅你。有了这10万块钱，省着点花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也能熬很多年。只要你以后不再犯浑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媳妇儿，钱不是省出来的，是赚出来的。这10万块钱，拿去做生意当本金也不算多，我想拿去再翻一番，让你和女儿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你不会又要去赌博吧？不赌，我说到做到。我是打算拿这些钱去进一批货，赚正经钱。陈峰，我怕，如果这个钱没了，咱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媳妇儿，相信我，这10万块钱，我拿去做生意，绝对能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。我也绝对不会拿你和女儿的未来去打赌的，相信我。明华妹子，这5万块钱你先拿着，等婉玲那个丫头你给我送来了，我再给你5万。妈，这下我买房的钱就有着落了呀！王叔可是大老板，他嫁过去吃香喝辣的，也舍得跟着那个烂赌鬼受苦了呀。那是，婉玲要是跟了我绝对亏待不了她，像金耳环、金项链啥的，我全部都给她配齐了。婉玲那个死丫头命苦，跟着陈峰迟早得饿死。
等我把她劝回来，给你啊做小老婆。你可不要只是说说啊，我船都铺好了，就等着你把人给我送来了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我这2天就过去把人给你领回来。峰哥，你不是说带我来挣钱吗？不过是捡破烂挣钱吧？成色不错。峰哥，就算你回赶了，做啥也比捡破烂强啊！去种田、去养猪都行啊！传出去多丢人啊！阿磊，我告诉你，这里遍地都是黄金，只是现在大家都不识货而已。这要是一地黄金，我这中郡就是皇宫了。老板，谈笔生意，只可1分2，废铁3分6，那边有秤，自己去称。我不卖废品，我要买货。货？小伙子，我开了5年的废品站，除了钢铁厂和造纸厂定期来拉货，还没见过有人自己来买破烂的。你脑子没病吧？你这院子里的东西，我要买。去，哪来的神经病？拿我寻开心的，给滚！别耽误我看报纸。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这么多钱，现在能谈了吗？能，太能了！你快请坐，你想买啥？这院子里的，你随便挑。我全要。好嘞。哎妈，他回来了。妈，小龙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来也不早点说一声，我好多准备点菜。提前说，你还有钱买菜呀？你那钱都让那烂东鬼拿走完了。妈，陈峰他已经改了。改了？姐，你可别傻了呀，狗都改不了吃食，一个赌鬼的话你也信呀？就是呀，你可得把钱看好了，别到时候呀人财两空，连娘家都回不了。你们够了，陈峰他真的改了，他还挣到钱了。赚钱？就凭他能赚什么钱？反正赚到钱了。赚到钱，钱呢？空口无凭，拿出来我看看。他拿去做生意了。做生意？该不会把那钱都去赌光了吧？苏婉林，你个死丫头，脑子让驴踢了！男人有钱又攥到自己手里，哪能让他去败坏呀？就是啊，姐，你可真够蠢的呀！这有了钱，不先来贴补娘家吗？哎，我可等着这钱买房结婚呢！真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啊你！哎，行了，既然他把钱已经败光了，留在这儿也是饿死。婉林，现在就跟我走，在隔壁村的王瘸子，买礼我都跟你说好了。什么？改嫁？我不去，陈峰他不会乱来的，由不得你，不走也得走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跟你还不走？走！不去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去！我不去，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！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个败家子儿！你把钱全部都输光了你！谁说我把钱输了？我是拿钱去进货了。姐，你好好看看吧，这就是这个男人花10万块钱买的一堆好东西，大家都不要的垃圾。陈峰，我那么相信你，就花10万块钱买了这堆破烂回来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
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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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为什么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不是，时光不好，前世的伤害太深，让他受不了一番惊吓。哎呦，姐夫，你不会是赌博全部输光了吧？然后去废品收购站捡了一堆垃圾回来糊弄我们？哎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别演戏了，苏婉莲，我告诉你，王老板的彩礼我已经收了，你走也是走，不走也得走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赶紧跟妈回去吧，别跟着这个废物浪费时间了。跟着王老板能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跟着这个烂赌鬼强多了呀。走啊，走啊！我不去！哎，我说了，他哪儿也不去。人家王老板可是拿出真金白银10万当彩礼，你个废物有个屁呀！没钱给我滚一边去！区区10万，我很快就能赚到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赚10万块钱，我看你在梦里赚吧。媳妇儿，你相信我，那些真不是破烂，那些都可以。陈峰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我那么相信你，我刚才在他们面前那样维护你，可你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不是去赌博把钱输光了，去拿了这一堆破烂回来糊弄我，是不是？媳妇儿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够了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婉玲可是你亲闺女，你就这样对她？那王瘸子都已经快60了，又瘸又变态，你就把你女儿往火坑里推是不是？那又怎么样？人家有钱呀，人家能拿出10万，说到破天上去，你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连人家王老板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行，要钱是吧？我给你10万，不准你以后再来纠缠婉玲，你们一家人不准再踏进我家门。婉玲，不好了，陈峰跟你娘家人打了赌，说要是拿不出10万块钱，你就得跟他们回去。什么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？他就这么想让我走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明知拿不出这笔钱，还打这种必输的赌。他这就是要借机把你送走，指不定已经跟他王瘸子商量好了，还把你卖了换赌资呢。果然，他一点都没变。妈，你别走，我不要你走。大妹，以后妈妈不在，你要照顾好妹妹们，知道吗？不，我要妈妈。只要他不卖你们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这命，我认。这年代的电子产品用料扎实，含金量远超几十年后那些偷工减料的货色几百倍。只要操作得当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哟，这是在煮猪食呢，还准备练得成仙呢。哎呀，
哎呀，我倒是好看看你是怎么把这10万块钱给拿出来的。就是。倒进去。峰哥，可流着沸腾还能回点血，这些要是泡了水，可就真的一文不值了。倒。干啥呀这个？啊！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这个东西要是修修呀，还能听个响，这一泡全废了。就是，真是败家。来，哟，哎呀，这什么味道？比他妈茅坑都臭！陈峰，你这是在做臭豆腐呢？哎呀，姐夫，你也太逗了！这里边的零件啊都煮成渣了，一点铜都不剩。哎，你还指望着这一锅酸水能变成钱？你想钱想疯了吧你！陈峰，这就是你说的生意。媳妇儿，当然是，我懂。你就是想让我死心，好名正言顺的把我卖出去。什么？少废话，愿赌服输。没钱就现在跟我走。走，别跟这废物浪费时间了。谁说我输了？真大你们的狗眼！给我看清楚！方哥，这黑乎乎的能有个啥呀？给我出！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天哪，这是金元宝！元宝！我的天哪！放屁！肯定是假的，这是染色的石头。真金，是真金！哎呦，是真金！太好了！这一堆破烂煮出来的，怎么可能值钱？你不懂别乱说。这种纯度的，起码能值10几万呢！不可能，这废物怎么可能煮出金元宝？肯定是偷了婉玲的嫁妆，融进去藏在锅里了。对，这是我姐的金耳环，这是我苏家的东西，赔钱！你管我哪来的？反正我现在有钱了。这金元宝，一颗少说至少5万，这里有你们要的10万。拿着钱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以后不准再来纠缠婉玲。女婿，这10万有点太少了吧？你那么多金元宝，让妈多拿2。再不滚，等会儿我反悔了，1分钱你都拿不到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哎妈！走吧，不看了。走吧，回家。陈峰，原来你是为了帮我摆脱他们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要把我卖了，我误会你了。傻瓜，我是你男人。
为你做任何事儿都是应该的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再欺负你了。谢谢你，陈峰。乖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们不要你走。别丢下我们，妈妈。爸爸，求求你别卖妈，我不去上学了，我这就去镇上工作，我可以赚钱给你。我也去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你别卖妈妈。爸爸，我现在只是一条条饭，我会给你挣很多钱的。傻孩子，快起来！之前是妈误会爸爸了，吓到你们了吧？孩子们，是爸爸对不起你们。大妹，爸知道你恨我。以前你在学校老是被人骂你是烂赌鬼的女儿，爸发誓，以后绝对让你挺直腰杆，你可以自信地告诉所有人，你爸爸不是烂赌鬼，是你最骄傲的靠山。二妹，别怕，爸爸以前很混蛋，动不动就打你们。爸爸保证，这双手啊，以后只用来抱你、疼你，绝对不会再动你一根手指头。不哭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，爸爸？真的。三妹，爸爸以前老是让你饿肚子，是爸爸不对。咱们家呀，以后天天都有肉吃，你想吃多少吃多少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爸爸，我想吃红烧肉。没问题。也许这一次他真的变了。陈峰，我也愿意再信你一次，哪怕赌上一辈子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啊，你们父女和好了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妈给你做最好吃的红烧肉，再给你们炒个鸡蛋，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顿饭。好耶，吃肉了！啊，这还有小妹呢，今天晚上给她冲一壶贵点的奶粉，加个餐。张嫂哟，婉玲来啦，咋了这是？还得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四丫头。哦，还有这3个丫头也在您这待会儿。没问题，放我这样你就放心吧。不过你要去干啥呀？别是陈峰那回去又忘魂了吧？他要把你带去哪？还是赌输了又要跑路？张嫂，你想哪儿去了？陈峰他还带我去镇上，给这3个孩子买点新衣服。咱们家里那3轮车阿磊骑走了，就一个自行车，也载不下这么多人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那
那这是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。他陈峰要给你娘几个买新衣服，你咋那么不相信啊？你小心点，别陈峰他去券商把你给卖了。哎呀，张嫂，你想多了，真不是。陈峰他现在已经改过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托张嫂了。前世我拥有的一切，却没了你和女儿。这一世，哪怕失去再多，我也绝对不想失去你们。媳妇儿，坐稳了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，小溪水。这不对呀，那废物一煮都煮出来金元宝，咱们煮了这老半天都煮臭了，还没见金子呢。哎妈，是不是颜色不对啊？他那锅水都是黑的，咱这个又红又黄的了都。哎，那咱们加点酱油吧，酱油够黑呀。对，来。靠！是不是这破烂用的不够啊？哎妈，这些破烂不出货，肯定是用的不贵。这样，我去把那个大彩电砸了，把它扔进去煮煮，怎么样？你疯了？那是2000多块钱买的。要不咱们把火加大点试试？哎，行，那我现在去拿点柴火。媳妇儿，这件适合你。陈峰，这也太贵了，100多块钱一件衣服，够咱们吃1个月的了。媳妇儿，咱们不差钱，那批金子卖了30万呢。30万？对呀，所以想买啥咱们就买啥，买得起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看看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把手拿开！对不起，我就是想看看。看看，莫脏了，把你们俩卖了都赔不起，500块呢，乡巴佬！你凭什么认定我们的钱？就凭你这身穷酸相，全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值5块钱，没叫保安把你们俩轰走都算不错了。狗眼看人低。这么多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贵客都跟你作对，收拾铺盖，给我滚蛋！实在对不起先生，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，今天2位在本店的消费一律8折。太太，这款珍珠项链是本店的新款，特别符合您的气质。来，媳妇儿，试试。陈峰，我不想要了。怎么？怕花钱啊？咱们买得起啊！不是花钱的事儿。你看这个珍珠，它又不圆，上面还那么多小坑，这个还没咱们村那些鹅卵石来的圆溜呢。而且还要卖500块钱，不划算。这种品相一般的次品，在这个年代竟然要卖到500块的天价。如果我用后世的查核技术养出又大又圆的极品珍珠，那岂不是真正的暴利？
媳妇儿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你简直是我的福星啊！你干嘛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不害臊你？哎，包起来。哎，好。陈峰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真的要承包那片烂泥塘？村长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5000一年。我这有5万，先包10年。哦，给，马上盖章。陈峰疯了吧？这塘废了多少年了，连鱼苗都活不过3天，他包来干啥？我看他上次炼金把脑子练坏了，有钱烧得慌。对，败家子儿，钱在他手里都留不住，早晚的败光。哎呀妈，咱就等着看好戏吧，看他怎么赔个底儿朝天。这片水域矿物质特殊，虽然养不了鱼虾，但最适合养殖河蚌，未来可是价值连城的珍珠基地。阿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收蚌苗，越多越好。哦，对了，老蚌壳也要收回来。啊，老蚌壳，那也不能用来吃，还能干啥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快！啊，那行。反正峰哥连黄金都能变出来，这点小事也不至于坑我，我这就去。媳妇儿，你去村里贴张告示，咱们大量招募。陈峰，这塘真能行吗？5万块，要是赔了，媳妇儿，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去吧，大家都看好了。这是在干啥呢？这不会把河蚌给切死了吧？塞个垃圾进去就能变珍珠？你当这是变戏法呢？就是，大家都按照我的步骤来做。我这儿呢是计件算钱，每做100个，我就给10块钱现金。等大家做熟练了，每天做300-500个，不成问题。300-500个？啥？10块钱？我在镇上打零工，一个人累死累活才50块，这就能赚10块钱？让我来试试！我也来！这个手上的青不能弄坏。等一下，你不用干了。凭啥？才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凿碎了5个，敲烂了8个。我这是养珍珠，不是杀河蚌。这是你的工钱，你可以走了。阿磊，哎，这个厂子以后就交给你看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负责检查每个人的损坏率。每做100个，如果损坏超过10个，就警告1次；警告3次，就直接辞退。哼，不干就不干！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，不想给钱。明知道这破玩意儿养不出珍珠，故意拿我们消遣。就是，你就是在故弄玄虚。哼，废物！我就不信这样随便搞，还真能弄出珍珠。
你们做的很好，特别是你，一个都没坏。来，计件算钱，绝不拖欠。哇，10块钱呢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太好了！怎么又买这么多玩具？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省着点花。给媳妇和女儿买东西，怎么能叫乱花呢？这个叫幸福投资。哟，陈大老板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呐。老表，你来干什么？那500块钱已经还给你了，你还敢来纠缠我媳妇儿是不是？哎，别误会，我今儿来是找你的。陈峰啊，我看你又是吕宝又是金元宝的，现在手头肯定富裕啊，连那烂鱼塘也敢买，这不是钱都烧得慌吗？哎，与其扔到水里听响，不如跟哥们儿去商量吧。自行厂子里又多了些新鲜玩意儿。不去，我戒了。以后这种事儿不要再来找我。哟，那还真的？你不会真是怕媳妇儿戒赌吧？怕媳妇儿怎么了？怕媳妇儿会发达？不像你天天就知道赌，混到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吧？你想，你就说说媳妇儿还能扔炕头吧？我看你能等到什么时候？去！哼！呸！什么玩意儿？算你识相。你要是再去赌博，我就带着女儿离家出走，那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我了。媳妇儿，我说过绝不再赌，这辈子我就守着你跟孩子。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情语，好想。别闹，大妹快放学了，你快去接他们。好，遵命，我的好媳妇儿。三妹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们了？爸，都是李卷子，他在班里到处跟人说你是烂赌鬼，还说你以后肯定会把我们卖来换钱，他还抢走三妹大白兔。三妹，不哭了，爸爸这么爱你们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来，哟，这不是陈大老板吗？怎么来接你那几个赔钱货了？李局，管好你儿子的嘴，让你儿子现在给我女儿道歉。我不道歉，我没说错。道什么歉？啊？我儿子也没说错呀。你本来就是个卖妻卖女的烂赌鬼，全村谁不知道？怎么做了还不让人说呀？哼！我爸爸已经改了，他现在在做正经生意，他不去赌博了。正经生意就凭那个破鱼塘，谁不知道你啊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故意开高价请人演戏。陈峰，你别装了啊！等你那个破鱼塘赔个底儿掉，
你迟早还得把老婆孩子卖了。怎么？你就这么肯定我养不出珍珠？就凭你，你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烂赌鬼。哎，敢不敢打赌啊？好啊，我要是养出珍珠，你又怎么办呢？你真觉得自己能养得出来啊？行啊！你要是能养出珍珠，我给你下跪道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媳妇儿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哭了？妈，爸爸跟李定军他爸打赌了。陈峰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赌了吗？怎么又去赌？哎，媳妇儿，不是去赌场赌钱，是跟那个李军打赌，赌咱们鱼塘能不能养出珍珠。好吧，不过咱们真能养出珍珠吗？放心吧，媳妇儿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这次为了给三妹出口气，不仅要赌，还要赢了他们。好，我信你，咱们一定要赢。3个月到了，陈峰，你的珍珠呢？啊，不会是都养死了不敢捞吧？就是，听说啊，他还花了10几万买了很多什么很贵的药水和肥料往鱼塘里倒呢。这回要是养不出珍珠，可真就破产喽！哼哼。阿磊，齐望，走。我的天，真养出来了！虽然小点儿，但是成色不错啊，起码能值个几块钱。陈峰，咱们真的养出了珍珠？这还只是普通的，应该还有更好的。峰哥，神了！你真是神了！你现在就说让我去铲屎，我也二话不说，拿着勺子跟在你后边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哎，运气好开出个小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么小，也就5、6块钱，咱还是亏麻了。这么大，还是粉色的，起码得值70、80块钱吧？媳妇儿，你也开一个，试试手气。我。这个看着挺大的，应该能开出一个大的珍珠。来，哇！我只是想开个大的，没想到媳妇手气这么好，直接开出了极品紫瑶姬。从来没见过，真好看。媳妇儿，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这颗紫珍珠是你选出来的，收好，留着做纪念。陈峰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珍珠。以后我会让你拥有更好的东西。李军，想跑？刚才的赌约呢？
大家乡里乡亲的，开个玩笑嘛。开玩笑？你逼着我给你磕头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开玩笑？你儿子欺负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开玩笑？愿赌服输，跪下！就是李军是个男人，就说话算数。跪呀，跪下，跪呀！好。陈峰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给我女儿道歉。对不起，是我嘴贱。行了吧？媳妇儿，你先带女儿回家，我和阿磊去趟镇场，这批珍珠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好嘞，方哥，我去装车。这个江林联合外商断我货源，这是要逼死我！江总，再交不出货，咱们可就要赔付违约金了。江总，楼下来了个男人，说是有一批上品珍珠。上品珍珠？陈峰，怎么是你啊？江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陈峰，你说你带了上品珍珠？刚出水的，成色不错。我知道江氏旗下有珠宝行业，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成色比市面上的都要好。陈峰，你真是我的救星。救星？江总，您很缺珍珠？缺，非常缺。我的货源被人截断了，正愁交不了订单。陈峰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这批货我全要了，按照正常市场最高价，溢价20%。江总痛快。陈峰，你这珍珠养得比市场其他的供货商都要好。这样，如果你能保证供货量，我愿意跟你长期合作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现在珠宝首饰越来越流行，市场需求大。我建议啊，江总您可以在这方面多投入一些。没错，金银太俗，钻石太贵，珍珠饰品在年轻群体里有巨大潜力。现在的空缺刚好是个机会。陈峰，我没想到你对这个市场也这么敏锐啊！能帮到您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发小阿磊，以后就由他给您送货。江总好。你好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峰哥，峰哥，你真是神了！这么大的生意，你几句话就谈成了。咱们以后是不是可以躺着数钱了？你小子想什么美事呢？这才只是刚开始。哎，跟着峰哥混，肯定错不了。只要你踏踏实实的跟着我干，保证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走，回家。怎么样，卖出去了吗？不仅卖了，还谈了笔大生意。这么多！媳妇儿，江总那边打算跟我们长期合作，咱们的养蚌厂
还得继续扩大规模，还要继续招人。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听你的。是听你的，你才是我们这个家掌握财政大权的人。峰哥，嫂子，不好了！峰哥，咱们养蜂场出事了，工人们闹起来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姐妹们，咱们一天辛辛苦苦，从早到晚，累死累活在这撬蚌壳，一天才赚几个钱呀？他陈峰什么都不干，就收获了这么多珍珠，赚了这么多钱，凭什么？就是呀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咱们也得涨工钱，对，就得涨工钱，就得涨钱。不只要涨工钱，咱们呀就让他这个蚌场给我们拿出1半的利润来分给我们。他陈峰什么都不干，凭什么拿那么多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蚌场是我的，技术是我的，销路也是我的。你来的正好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，我们就不干了，看你还怎么养珍珠。对，就不干了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是计件发工资，在这里做1周，比外面去镇上打工1个月还赚得多呢。那咋了？没有我们，你1分钱都赚不到。你今天要是不拿点钱啊，分给我们大家，我们就不干了，看你怎么赚钱。不干，可以。你现在被开除了，工资找阿磊。还有其他人，谁要是不想干了，可以一起走。哎，姐夫，你先别生气呀。他这也不是为了大家着想嘛，咱都是亲戚，就别这么较真儿了。当初要不是你求我，我根本就不会让他进来。苏婉玲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那可是多得很。阿磊，现在就去镇上贴告示招工。好。看什么看？一辈子都没见过电视机吧？你干什么？我爸说了，你爸就是个守财奴，赚再多钱也不会给你们花的。我爸才不是，我爸爸对我们最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咋没见过他给你们花钱？他就是不想管你们。谁说我不给？大妹、二妹、三妹，告诉爸爸，你们想要什么？爸爸，我们想看电视，我想听歌。我想像电视里的姐姐一样跳好看的舞。好，爸爸今天就一次性满足你们所有愿望。走，来。哎呦，陈老板，要点啥？那台电视机，我要了。这可是店里最贵的进口货，得要4000多呢。就要那台。还有那个录音机，那些磁带，全部给我包起来。这双舞鞋我也要了。三妹，回头爸爸从镇上给你请门舞蹈老师，教你跳舞，好不好？好。我陈峰的女儿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哇，放这儿啊，都放这儿。哇！谢谢啊，谢谢。
我呀，就是呀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彩色电视机吗？哎呦喂，那得多少钱呐？这个多少钱啊？瞧，又是录音机，又是电视机的，瞧。哎呀，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！要不是刘老汉家的那头病驴，你个蠢货，当着麦茶包分买那头驴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你想干啥？你打我！陈峰，你看你又乱花钱。妈妈，不怪爸爸，是我们要看电视机的。爸爸还给我们买了好多吃的和玩具，我最喜欢爸爸了。妈妈，爸爸还给我买了舞鞋。女儿们现在都向着你了。走，咱们回屋看大彩电。小龙，咱都养了半个月了，这怎么一个珍珠也没见着，还臭烘烘的呀？嗨，这再臭能有陈峰那个烂鱼塘臭啊？他都能开出珍珠，我觉得我也没问题。哎，妈，陈峰好像不是喂这些东西的，他往塘里倒的都是些瓶瓶罐罐的，什么药啊、肥料之类的，听说还值不少钱呢。屁，他懂个屁，他就是有钱烧得慌。那蚌自古以来生长在河里，那不是吃水草烂泥呢？哎，他那是瞎胡搞，乱花钱。我觉得咱妈说的也对啊，等咱们这个池塘里的珍珠长大了，哎，一颗就能卖好几百。到时候我们把陈峰那个破池塘给他击垮，让他回来给咱们打工。哎，对呀，到时候我就是苏老板了，看他还敢不敢在我面前横。等我们发了财，先把这破房子给推了，盖个新楼，再买个大彩电。商量什么好事呢？是不是把舒婉玲给我送来了？商量什么好事呢？是不是把舒婉玲给我送来了？哎呦，王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呐！少他妈废话！人呢？说好了把舒婉玲给我送过来呢，这都多久了？这再宽限几天吗？行啊，要么今天见人，要么现在还钱，5万块钱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可不管啊！当初是你说的把钱都给我的，都已经被我妈拿走了。王老板，钱暂时没有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们很快就有钱了。我们现在也养珍珠了，等开了蚌，别说5万，10万我都还你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么臭！什么？这怎么都死了？怪不得这么臭，我就说有问题。耍我呢？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今天还钱，要么把你这个漂亮的女朋友给我送了，让我乐呵乐呵。那5万块钱呢，就当是见面礼了，啊？我不要，小龙，我不要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不行。
那你就有一个选择，想办法把苏婉玲给我弄来。再办砸了，我把你们都丢到鱼塘里喂鱼。哟，我的好外甥女儿们，玩什么呢？哎呀，哎，我们不喜欢舅舅，你快走。你这死丫头片子！你来干什么？哎姐，我这阵儿想着来看看你们啊。看完了，看完了就走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哎，姐，别这样，我真是遇到难处了，就借我点钱呗，就5万。我1分钱都没有，你走。哎，你怎么可能没钱呀？陈峰在外边赚那么多钱，不都交到你手里了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弟弟啊！我现在就等着用这钱救命了，你不管我？你就是想看着我去死啊？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。那我可不管。陈峰以前烂赌的时候，你都不拿钱接济我吗？咋？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你就反而不认我这个弟弟了？苏婉玲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呀！钱？你还有脸跟我提以前？以前陈峰烂赌打我的时候你在哪？以前妈拿走我给孩子治病的钱，给你买新衣服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以前陈峰多少次打我，就是因为你把我家买米的钱都给拿走了。忘了，你还给陈峰借过10万块钱，我家给我你别出去！疯子！你个疯子！媳妇儿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了。走，回屋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走。真是个疯子！苏婉玲，这个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妈的！一想起那天给陈峰那个烂人下跪，我这气儿就不顺。谁说不是呢？那孙子现在真是抖显了。听说那珍珠卖了好几10万。嗨，你就别提这茬了，提起来呀，我都心绞痛。哼，要不是我把他当傻子，把那头驴卖给他，现在发财的是我。哼，想起来这事儿啊，我现在天天都睡不着觉。你们那算啥呀？我可是他的亲小舅子，他赚了那么多钱，连5万块都不愿意借给我。苏婉玲这个贱人啊，有了钱过后就想着把娘家人一脚给踢走。他这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亲弟弟往火坑里跳。哎，你们说奇不奇怪啊？一堆破铜烂铁能炼出金子，烂鱼塘养个蚌能出珍珠，这陈峰是不是撞邪了？我自己怎么捣鼓半天也捣鼓不出来呢？邪个屁！
就是走了狗屎运。小楼，其实你那事简单，你不就是答应吴瘸子把苏万里送过去吗？这废话呀！现在陈峰有钱了，他又不是个傻子，怎么可能会把媳妇儿送人啊？要是他没钱了呢？要是他又变成那个一穷二白的烂赌鬼呢？到时为了还债，他肯定又会像以前一样，乖乖把媳妇儿卖了抵债。对呀，要是让他破产了，啊？陈峰，这回看你怎么狂！来，三妹，就你最贪嘴，多吃点。谢谢爸爸。小丫头，你也要多吃点，别怕跟妈妈抢。妈妈现在营养可多着呢。啊，还最爱的干了，别胡说。峰哥，峰哥不好了，峰哥出事了，杨帮长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鱼塘里的蟒全死了。什么？走。陈峰，你快来看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为了来这儿干活，我把原来砖厂的活都辞了，现在没活干了，你得赔我误工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臭，周围的农田要是被污染了，我们吃什么？这责任你得负。有人投毒。投毒？有人投毒。陈峰，你得对我们负责任啊！我不管，就算你鱼塘没了，也要继续给我们工资，要么就赔给我们1个月补偿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日子才刚好起来。大家放心，污染的事情我会处理。至于你们的工钱，我1分都不会少。你说的好听，这么多死蚌，光清理都一大笔钱，你拿什么钱赔我们？嘿，我就说嘛，这烂鱼塘它太臭了，把这河蚌啊都臭死了。我看他这次啊，怎么翻身？陈老板，江总让我来催催，我们第一批入卖爆了，现在全市场都等我们供货。我记得这种情况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那得赔3倍的违约金吧？这烂赌鬼啊，要破产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好不容易等到你变好了，好不容易我们的日子才有起色，为什么？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陈峰，当初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，现在你说不干就不干，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呀！对，必须赔钱，至少赔给我们1月工钱。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峰哥才是受害者，出了这种事儿，他亏的最多。你们还找他要钱，我不管。他要是没这个本事，当初就别承诺我们那么高的工资啊！对，把他扔河里去，赔钱，交不赔，交不赔，赔钱不赔，交不赔，别扯了。该赔的钱，我1分都不会少你们。峰哥，阿磊，把钱拿出来。但凡是签过合同的人，按照合同规定，每人赔付300。至于江总那边，我会亲自给他解释。赔完了工人的钱，又付了修理鱼塘的钱，咱们又回到以前了。
而且，如果拿不出珍珠交付给江小姐，咱们还要付一大笔违约金。陈峰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媳妇儿，别怕，鱼塘没了可以再建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只要我这个脑子还在，就能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。相信我，失去的一切，我会10倍、100倍的再赚回来。好，我信你。陈峰，怎么办啊？第2批货交不出来，赔违约金事小，那个私生子肯定会借机发难，逼我辞掉总裁的位置。江小姐别慌，数量确实是凑不够，不过或许咱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跟那些老板谈谈，做不了量，咱们就做质，给他们提供一批高端产品。高端产品，那需要顶级的设计图，更何况现在国外知名设计师，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，也请不起。现在的珠宝行业才刚起步，市面上的设计款都非常保守老土，只要拿出后世那些经典设计，绝对能乱杀。我来亲自设计。我来亲自设计。陈峰，设计珠宝和养蚌不同，那需要极高的专业审美和绘图功底。你确定你会？看看这个，怎么可能？这画的也太好了，陈峰，这设计也太有想法了，这跟市面上那些明显是不同路子。用粉色珍珠做主石，周围镶嵌碎钻，绝对能镇住全场。回去我去看看存货，还有没有这种品相的珍珠。陈峰，你就是个天才，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，这就算放在国际上也是能得奖的呀。这次我终于有信心渡过难关了。陈峰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这次的总裁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。二少，那边传来消息，江若曦的货源彻底断了。现在啊，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到处求人呢。意料之中，不过光断他的货源可不够，我要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告诉那些加工厂的工头，钱我已经打过去了，让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，罢工也好，机器坏了也罢，总之绝不能让江若曦在期限内拿出足够的成品交货。二少真是高明，这次大小姐肯定栽了。那当然，江老爷子可是非常看重珍珠饰品这个市场，要是得罪了几珍珠产业的大老板，导致江氏无法成功进击这个市场，那估计连吃了这个贱女人的心都有。江若曦，你个抢我家产的贱女人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翻身。哟，你这愁眉苦脸呐！你那赔钱货老公跑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
姐呀，就别撑着了。现在全村都知道陈峰赔了个底儿掉，还欠了一屁股烂账，他这次绝对破产。听说呀，还得赔人家几百万的违约金呢，把他卖了都不够还。婉玲，妈可是为你好，趁陈峰还没把你卖去抵债，你赶紧跟妈走。王老板说了，只要你过去，给你个小老婆的名分，带着你啊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不去，我绝不会改嫁。就算陈峰真的破产了，我也要跟他一起吃苦。别给脸不要脸，你现在还有的选呀！等陈峰破产了，人家王老板亲自上门讨债，你就是那个任人蹂躏的下贱丫头，连狗都不如。对呀，姐，而且你现在那几个赔钱货女儿都会被陈峰一个个的卖掉抵债，现在啊，全村都等，看你们家笑话。你们简直不是人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滚！该滚的人是你吧？谁敢欺负我你妹子？哇，你妹子，你别怕，俺们大家都知道陈峰现在已经改好了。再说了，这陈峰开了养蚌场，带领俺们那么多人挣那么多钱呢。现在你们家有苦难，咱们不可能看着不管的。你拿着，这是我们大家凑的一点心意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希望能帮你们渡过难关。对，我们都相信陈峰肯定能挺过去的。是啊。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哎呦，傻妹子，你哭啥哟？当初要不是你和陈峰给俺们机会，俺哪能够在村里赚钱嘛？就是啊，玲玲姐，鱼塘遭殃又不是陈峰哥的错，是那些下毒的黑心肝干的。要我说，那些下毒的人就该断子绝孙，烂屁股。就是，一群穷鬼，你们凑这几十块钱够干什么的呀？陈峰那可是几十万的债。就是，婉玲，你别被他们忽悠了，赶紧跟妈走啊！谁说没有？这几十块钱里有情义，比你们这些只知道落井下石的亲戚强1万倍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来我家打扰我媳妇了，不然……妈，等我呀！妈，等我！各位嫂子、姐妹，钱我就不收了，但是我现在需要大家帮我忙。啥忙？来，江小姐的厂子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帮忙筛选、打磨珍珠，咱们手工镶嵌。这么精细的活，俺们能行吗？没问题，我手把手教大家，工资1天30块。30？不过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每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。我给大家管2顿饭。30块还管饭？2顿呢？等度过了这次危机，我这珍珠生意也就算是做成了。以后我会把厂子开到镇上去，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去镇上工作。去镇上？媳妇儿，在这村里始终是小打小闹，为了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，咱们以后肯定要去镇上，甚至还要去大城市。
完了完了，人家要300筐，咱们这只剩3筐，这违约金是要赔到底裤都不剩了。峰哥怎么还不来啊？大老远就听见你在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唱戏呢。峰哥，嫂子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咱们都要破产了，你们该不会是自暴自弃了吧？你急什么？你峰哥有办法。陈老板，万林妹子，俺们都来了，今天干啥活呀？要你们开口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俺们都不眨眼的。就是陈老板，现在呀手头紧呀，工资先欠着也行，毕竟之前给那么多呢，够撑好久呢。大家，你们，大家都放心啊，工资我绝对不会拖欠大家。来，我教你们怎么弄。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陈峰，江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实在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工厂那边怎么样？那些工人……那个私生子的手段太糟，其他工厂又靠不住。本来我想自己建厂，可是他拉拢了其他股东，限制了我的权利。现在新的项目，我根本就开不了。陈峰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能力，连累了你。江小姐，别灰心。你看，咱们虽然用的是土办法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一点不比机器差。来，看看，只要咱们把这个高端珠宝的项目做成，不仅我的危机能解除，就连你在江家的地位也能彻底稳固。你说的对，这次我们只能赢，绝对不能输给那个私生子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给江小姐做几个菜。好，辛苦。过去看看。来，宝贝们，吃巧克力。来，巧克力，一人一个啊！谢谢漂亮阿姨，谢谢漂亮阿姨，真乖，快尝尝。哇，好好吃，比大白兔还要好吃。江小姐，咱们这乡下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，你别嫌弃啊。真羡慕你们一家6口，多幸福啊！更羡慕你有一个这么有本事的老公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哦，江小姐，不怕你笑话，其实我以前是个烂赌鬼，做了很多对不起媳妇和孩子的事儿，但是以后不会了。我这辈子就是为他们而活。对了，天哪，陈峰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哇，这设计灵动优雅，中间的这颗大珍珠像一滴眼泪一样，旁边的这些小珍珠和碎钻像浪花一样拖着它，真是一件艺术品。来，媳妇儿，我给你戴上。这不是你要给老板的样品吗？我怎么能戴？样品多的是，但这条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？你还认得它吗？这颗是那天你亲手开出来的紫色珍珠，独一无二，只属于你。
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啊，江总，这个是给老板们的样品。陈峰，你对你媳妇儿真好。那当然，我要是不对媳妇儿孩子好，我怕我老了以后一个人在海边坐轮椅。别这么说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行啦，你们两个你侬我侬，我都快羡慕的吃不了饭了。啊，来，江总，快吃饭，快，大妹，来，三妹。哎呀，各位老板，今天叫大家来是想坦白一件事情。由于一些意外，我们原定的珍珠供货出了问题，无法按时足量交付。江总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可都预付了定金的。就是啊，我们的客户等着要货呢，你现在说没有？江小姐，我们是看在江家的面子上才跟你合作，你这要是违约，我们损失可就大了。大家请放心，你们所有人的损失，我江若曦一力承担。不过，虽然普通的珍珠没有了，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。这做工，这设计。各位老板，大家都是聪明人。过去的大半年，我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普通珍珠，是为了迅速抢占低端市场。而现在低端市场已经饱和了，咱们的利润也越来越多。而像这种高端定制款，这样，之前我答应大家的低端货品的总价值有多少？我等价给大家提供这种高端设计款，怎么样？江总，价格相等了，但风险不一样啊。对啊，这东西再好看，它也只是珍珠，万一卖不出去，砸手里，我们不是亏得更多？1个月，如果1个月以后你们的高端款销售额没有达到预期，你们所有人的损失，我江氏集团全额赔偿。江总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就跟着干吧。好，我们信江总一次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一群蠢货、废物，什么狗屁高端定制款，说到底，不还是珍珠，比得上真金白银吗？他们居然会同意！江少爷，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呀？是不是上一次给你提供的那一批出口货又被海钢给卡了？常老板，你倒是消息灵通。一点小麻烦而已，已经解决了。我现在烦的是那个跟我同一个爹生的贱女人。我明明已经断了她的货源，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又让她给翻盘了。啊？还有人敢坏你江少爷的好事？哼，一个叫陈峰的乡巴佬。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自己搞了一个养蚌厂，还让他养出来了上品珍珠，而且他还推出什么狗屁高端定制款，还真把那些老板给哄好了。陈峰？哪个陈峰？是不是舒婉玲那个烂赌鬼的老公？你认识？我何止认识，我跟他还有一笔账没算。江少爷，看来我们有同一个敌人。婉玲妹子，这陈峰都出去1天了，怎么还没信呢？是啊，那些老板可不是好说话的主。万一他们不认，
快快快！陈峰，怎么样？成了。那些老板他们都同意用咱们的高端定制款替代之前的批量订单。太好了，这次咱们不用赔钱了。吓我一跳！我就说嘛，陈峰自从改过自新以后，还是挺有本事的嘛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经过这次危机，我发现咱们这种小作坊模式抗风险能力太差，我决定去镇上租一块地，正式开工厂。好，从今往后，大家都在正规厂房里干活，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。去镇上，太好了，我也能当城里工人了。还有，这片水塘，我打算花钱把周围全部都围起来。以后咱们这里就是专业的珍珠养殖基地，那些阿猫阿狗再也不可能随便进来投毒了。太好了，陈峰，这又是开厂又是围鱼塘，这一步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咱们刚赚的钱够吗？万一……媳妇儿，别担心，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大做强，这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这个钱必须得花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。5000！陈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这厂子里光设备都不止5万，你给500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李老板，别激动嘛，我这也是在帮你解决麻烦。麻烦？我有什么麻烦？李老板，你也不想你和你小秘书的事儿被你媳妇儿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狠，5000不行，这也太少了，至少2万。成交。去。前世李老板着急跟老婆出国，把这厂子卖了20多万，现在2万就能到手。前世听到的那些花边新闻，还真管用。2万块，这么大的厂子，你2万块就拿下了？陈峰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设备，这地段，少说也得10几万。陈峰，你到底给李老板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商业机密。不过，那个私生子那边有点风声，听说他很不甘心，可能会对我们的新工厂下手。就怕他不敢来。阿磊，哎，峰哥，把这上面的东西买齐全，立刻装上去。峰哥，这玩意儿死贵的，咋买这么多？峰哥，你该不会是有偷窥癖吧？哎，滚蛋！让你装你就装，话咋那么多呢？装隐蔽点啊，别让人发现。好。走吧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咱们出去好好庆祝一下。走，好。
来，不醉不归。不能喝就别喝这么多，死沉死沉的。还好江小姐帮我把孩子们送回去了，不然我怎么照顾你们一大四小5个活宝啊？媳妇儿，今晚不用担心大梅会闯进来，也不用担心小梅半夜会哭闹。好想和你在一起。你想说什么？媳妇儿，我想你了。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情谊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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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你在一起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哎呦，小狗真好看！哎，你们3个慢点，别摔着啊！来了，爸爸！哟，你们2个终于舍得回来了，这2人世界过得挺滋润的嘛。哎呀，江小姐，那个辛苦你了，要不要留下来吃个早饭再走？不了，给你们看了一晚上孩子，我还得回去给陈老板看场呢。哎呀，我就是个劳碌命哦。听说你这厂子有个后门。是，那是以前为了躲检查偷偷开的，特别隐蔽，连保安都不知道。这里是100万，今晚你从后门进去，把那些新进的机器给我砸了，尤其是那个核心加工设备，给我往废了砸。江少放心，这厂子我熟得很，保证让它变成一堆废铁。陈峰，这就是你威胁我的下场。哪来的毛贼，敢砸我峰哥的场子？哼，不愧是峰哥，早就预料到你会来搞破坏，让我提前中了这下。你刚才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已经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摄像头，这种破厂子怎么会有摄像头？峰哥，李老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李老板，你说你入赘的那个牛夫人，如果让她知道你在国内还有这么大一堆烂摊子，甚至还有可能会坐牢，你猜她还会带你出国享福？别告诉他！我都说是江二少，是他给我100万让我来打机器的。江离，果然是他。他既然想玩，那咱们就陪他好好玩。废物，全他妈是一群废物，连机器都砸不掉。江少，我就说你们这些城里人办事太磨叽，对付陈峰这种泥腿子，就得用我们乡下的土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简单粗暴但有效的办法。
死丫头！啊，现在发达了，从手指缝露出一点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了。早知道他是这样的白眼狼，一出生我就应该把他活活掐死。就是啊妈，他肯定被陈峰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连亲娘都不认呀。那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们去把钱抢回来呀！没钱，我可不跟你们过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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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老板，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你看，你来的时候提前说一声。傻他妈给我嬉皮笑脸的！我说人呢？说好了书晚了要送到我床上去的，这都多久了？拿老子当猴耍呢？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人没弄到是吧？行，把那5万块的彩礼吐出来，现在立刻马上！王老板，那钱已经花完了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宽限？我他妈宽限你们多久了？来人，给我扒了！我不认识他们，我跟他还没结婚呢，我只是个外人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你个贱人！哎，王老板别打我呀！那5万块钱都被那贱女人给拿走了，我冤枉啊我！哎呦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抓到！陈峰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咱们这个季度的高端定制款都已经火到省外去了。刚有个大老板联系我，他说他愿意出300%的价格去订购咱们下一个季度的高端定制款。媳妇儿，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爸爸最厉害了，爸爸最厉害了。嗯，乖。走，快走！老婆快点！大美，带妹妹们回房间，快去。王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误会，我是来讨债的。舒婉莲，你妈和你弟欠了我20万，这母债女偿，天经地义吧？现在你要么替你妈把这20万给她还了，要么我把这俩废物扔到鱼塘里他妈喂鱼！明明是5万，怎么就成20万了？你这是抢劫呀你！是啊，你们这是咋算的？5万，那都1年了，我要拿着这5万去做生意，找他们赚几十万了。我现在只收你20万，那也是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。王老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村里都知道，我们家跟他们家早就断绝关系了，他们的钱我们才不领呢，是吧，媳妇儿？对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他们从小就让我当牛做马，不给我吃，不给我穿，而且我妈为了给弟弟买新衣服，居然把我治病的钱都拿走了，为了让我弟弟娶媳妇儿，居然把我卖给别人，还让他拿彩礼。这样的娘家，就算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心疼。老大，看着他们挺可怜的，要不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们了吧？哎呦！我让你来讨债了，让他你妈听故事会了，都别给我他妈吵吵！我就不信你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妈死在你面前，啊！住手！
就知道你们不干。陈峰，听好了，20万1分不能少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要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啊！还有，你那个破工厂他妈给我关了，以后不许在政治上做生意。黄老板，您这也太狠心了吧！你这既要我还钱，还要我下跪，你甚至还要我把厂子直接关闭了。那你这就是要我的命啊！哎，算了，你还是撕票吧。啊！前锋，陈峰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！万林，你劝劝他呀！王老板，请便。难道这条件真的太过了？江二少说过，他们现在的现金流顶多也就20万，只要把钱掏空，他们的工厂就黄了。这样，我看在这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让一个工厂啊，你可以不用关，但是这20万1分不能少，而且还得给我跪下来道歉。哎，陈峰，这可是你丈母娘和你亲小舅子。哎，行，不用跪总行了吧？你给我20万，人你领走。20万，这我想了想，这还是有点多。我们家现在厂子里急需用钱，这确实是太多了。要不您还是撕票吧。陈峰，你个畜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陈峰，你个王八蛋！早知道当时我就该把几瓶药全倒进鱼塘里，我毒死你！原来是你在鱼塘里投的毒！都他妈闭嘴！陈峰，给我20万，否则我现在就撕票！动别动！警察！没看到他报警啊？警察怎么来了？老大，我把门锁得死死的，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呀！高科技，懂吗？峰哥牛逼！幸好你让我在院子装了监控，我刚才的监控室看到不对劲，立马就报警了。刚才这个人亲口承认，鱼塘投毒案就是他干的。这些人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持刀绑架、勒索、擅闯民宅，我这监控里可是拍得清清楚楚的，全是证据。全部带走！走，快走！走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走，走，走！江先生，你涉嫌买凶、破坏他人财物、商业不正当竞争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陈总，这一年来，我们的高端线销售额涨了30倍，
那麦店开遍了全国30个省市，这股价一开盘就涨停了。各位，咱们能够有今天，离不开大家伙在那个破大棚里面没日没夜的帮助，所以我决定把咱们这个工厂10%的股份拿出来，成立一个基金池。凡是以前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员工，人人有份儿，大家一起当老板。陈老板，平时1两5块钱的扣，这现在咋这么大方了呢？以前是穷怕，现在嘛，只要钱够用，主要是图个安心，能够帮助大家伙过上好日子，那就是最好不过了。也希望大家伙以后能继续帮助我们。婉妮妹子，这检查报告单我给你取回来了。检查？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不是生病，怀孕！我要当第5个孩子的爸爸了！哎呦，这双喜临门呐！啊，对，那今天就要和大家伙一起庆祝。我在这儿祝大家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一夜暴富。